当别人都在努力修炼的时候，我却在宗门里面放起了高利贷。陆爷，陆祖宗，您再宽限我几天吧。赵铁柱扑通一声跪下，痛哭流涕。我推了推鼻梁上的金丝，眼镜手指在镀金计算器上飞快敲击。赵铁柱，借款10块下品灵石，约定7日归还。现在逾期3天，按照合同，灵石利息3分，加上逾期滞纳金、违约金，催收上门费。我停下动作，把长长的账单推到他面前。你现在欠我50块下品灵石，购买一把新的制式飞剑了。赵铁柱瞪大眼睛看着账单上的数字，浑身发抖。50块？你这是抢劫！高利贷也没你这么黑！他猛地站起来，眼中闪过一丝狠厉。老子可是外门第一剑修，你一个没有灵根的凡人也敢敲诈我？他并指成剑，一股凌厉的剑气直逼我面门，我连眼皮都没抬一下。系统有人暴力抗法。话音刚落，赵铁柱头顶突然降下一道紫色的雷霆，轰！雷霆劈中赵铁柱，他发出一声惨叫，浑身抽搐着倒在地上。丁，检测到客户恶意攻击，触发系统被动防御，强制扣除客户10年修为，作为精神损失费。赵铁柱的境界肉眼可见的从炼气9层跌落到了炼气3层，他爬起来，感受着空荡荡的丹田彻底崩溃。我的修为，我的修为啊！他再次跪下，疯狂磕头。陆爷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求您把修为还给我吧！我抽出一张盖有天道大印的合同扔在他面前。没钱还可以，签了这份合同，强制抵押你的本命飞剑。赵铁柱看着合同，面如死灰，但还是颤抖着按下了手印。飞剑化作一道流光落入我的系统仓库，我满意的收起合同。行了，滚吧，记得按时还利息，不然下次扣的就是你的命了。赵铁柱连滚带爬的跑了。我端起桌上的茶杯，抿了一口，这修仙界的茶确实比华尔街的咖啡好喝。就在这时，杂役处的门再次被推开，一个白衣飘飘、容颜绝美的女子走了进来。她叫林清寒，青云宗高冷圣女，内门无数弟子的梦中情人。但此刻她神色憔悴，眼底满是红血丝。陆长哥，我的破镜单炼制失败了。她咬着嘴唇，声音沙哑。我放下茶杯，做了个请的手势。林圣女，请坐。林清寒没有坐，死死盯着我。我现在资金链断裂，还不上你的钱，你再给我1个月时间，等我筹到灵石，连本带利还你。我摇了摇头。林圣女，规矩就是规矩，你借了1万中品灵石，逾期1天，利息翻倍。你现在欠我2万中品灵石。我调出系统面板看了一眼他的信用评级，而且你的天道信用评级已经降到了 C 级，再不还钱，你就会被列入失信黑名单，终生无法突破境界。林清寒脸色煞白，她堂堂青云宗圣女，如果终身无法突破，比杀了她还难受。你敢威胁我？她拔出长剑，尖尖抵住我的脖子。信不信我现在就杀了你？我笑了，我指了指头顶。你看看上面是什么？林清寒抬头，只见杂役处上空不知何时凝聚了一团紫色的雷云，雷云中隐隐有恐怖的毁灭气息在翻滚。这是紫霄神雷。天道契约规定，杀债主剥夺神魂，永世不得超生。你杀了我，你也活不了。林清寒声音发颤，我递过去一份文件。没错，天道契约规定，杀债主剥夺神魂，永世不得超生。你杀了我，你也活不了。我把文件拍在桌子上。杀我不如替我打工还债。这份首席法务秘书卖身契签了吧。林清寒看着卖身契，眼眶通红。她堂堂圣女，竟然要给一个凡人当秘书。但看着头顶的紫霄神雷，她别无选择。她咬破手指，屈辱的在卖身契上按下了血印。爹，恭喜宿主收服优质员工，奖励寿元10年，气运值1000。我感觉身体一轻，整个人精神焕发。我打了个响指，系统给他换上工装。光芒一闪，林清寒身上的白色仙裙消失不见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套紧身的黑色职业欧装，配上黑丝高跟鞋和黑框眼镜，冰山女秘完美。林清寒看着自己的打扮，羞愤欲绝。你无耻！我敲了敲桌子。林秘书，注意你的态度。现在开始上岗培训。我拿出一沓厚厚的账单，这些都是内门弟子的欠款，你去催收。收回来的灵石给你1%的提成，用来抵债。林清寒愣住了，让我去内门催收，那些人都是我的同门师兄弟，我怎么开得了口？我冷笑一声，同门师兄弟，他们借钱的时候怎么不想想你是他们师妹？去吧，用提成抵债，不然你这辈子都还不清。林清寒咬了咬牙，抱着账单走了出去。半个时辰后，林清寒来到了丹峰。丹峰大师兄王腾正拿着一颗刚炼制好的极品破镜丹，得意洋洋地向周围弟子炫耀。王师兄，林清寒走上前，声音冰冷：“你欠陆老板的3000灵石该还了。”王腾看到林清寒的打扮，眼睛一亮，随即又露出不屑的笑容：“哟，这不是林圣女吗？怎么穿成这样？陆长哥那个凡人给了你什么好处，让你这么死心塌地？”他把玩着手里的破镜丹，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。
有本事你让他自己来拿。周围的弟子发出一阵哄笑。林清寒脸色铁青，他想起我教他的话，从怀里掏出一张黄色的符纸。天道催收符，去。符纸化作一道金光，贴在王腾的脑门上。叮，检测到客户恶意拖欠，启动强制执行程序。王腾手里的极品破镜丹嗖的一声飞上天空，朝着杂役处的方向飞去。我的极品破镜丹！王腾大惊失色，想要去追，却发现自己浑身僵硬，根本动弹不得。这颗丹药市价5000灵石，抵扣你的欠款和违约金，刚好。林清寒冷冷地抛下一句话，转身就走。他突然发现合法催收，看着那些老赖吃瘪，竟然比自己修炼突破还要爽。杂役处，我看着桌子上的极品破镜丹，满意地点了点头。林清寒推门进来，脸上带着一丝兴奋的红晕。老板，收回来了。我把丹药扔进系统仓库。干得不错，这是你的提成。我花了50块灵石到他的账上。林清寒看着账上的数字，虽然不多，但这是他第一次靠自己赚到的钱，这种感觉很奇妙。砰！就在这时，杂役处的门被人一脚踹开，执法堂王执事带着10几个执法弟子，气势汹汹地冲了进来。陆长哥，你胆敢在宗门内放高利贷，聚敛钱财！王执事指着我的鼻子大骂：来人，把他的账本和灵石全部没收，把他给我抓进执法堂地牢！执法弟子们如狼似虎地扑上来，林清寒下意识地挡在我身前。王执事，你这是干什么？陆老板的借贷都是签了天道契约的。王执事冷笑：天道契约，在青云宗，老子就是天道。林清寒，你堂堂圣女，竟然堕落到给一个凡人当走狗，真丢我们青云宗的脸。他挥了挥手，连他一起抓。我拍了拍林清寒的肩膀，把他拉到身后。王执事，你欠我的5万灵石，打算什么时候还？王执事狂笑起来：还钱？老子凭本事借的钱，为什么要还？你一个没有灵根的废物，能拿我怎么样？我叹了口气：既然你不想还，那我就自己拿了。我调出系统面板，在王执事的名字后面按下了冻结灵气账户。叮，灵气账户已冻结。王执事正准备动手，突然脸色大变，他发现自己体内的金丹停止了转动，经脉中的灵气如同死水一般，再也无法调动分毫。不仅如此，周围天地间的灵气似乎在排斥他，根本无法吸收。你对我做了什么？王执事惊恐的大叫。我慢条斯理地卷起西装袖子，拿起桌子上的金算盘。作为你的债主，我冻结了你的灵气账户，现在你跟我一样是个凡人了。我走到他面前，抡起算盘，狠狠地砸在他的脸上。砰！王执事惨叫一声，鼻梁骨断裂，鲜血狂喷。这一算盘是打你欠钱不还。砰！又是一算盘砸在他肚子上。这一算盘是打你暴力抗法。砰！这一算盘是打你弄脏了我的地毯。我像个暴徒一样用算盘对着王执事进行物理输出，10几个执法弟子全看傻了。堂堂金丹期执事竟然被一个凡人按在地上暴打，打累了我把变形的算盘扔在地上，整理了一下西装。系统宣布他的征信结果。叮，客户王执事恶意违约，暴力抗法，信用评级降为D级黑户，终身剥夺灵气使用权，终身无法突破。冰冷的机械音在杂役处回荡，王执事躺在血泊中彻底绝望了，他知道自己完了。周围围观的欠债弟子们吓得双腿发软。陆爷，我还钱，我马上还钱，这是我的飞剑，抵押给您，这是我刚挖的灵草，全给您了。杂役处门外瞬间排起了长队，我的系统面板上寿元和气运值开始疯狂飙升。叮，寿元增加50年。叮，气运值增加5000。我舒舒服服地靠在椅子上，看着林清寒忙碌地清点财物。资本修仙就是这么朴实无华且枯燥。但这边的动静终于惊动了宗门高层，一股恐怖的威压从天而降，笼罩了整个杂役处。庶子敢尔！一声怒吼如雷霆炸响，执法堂元婴长老李无法带着上百名执法堂精锐，将杂役处围得水泄不通。李无法看着地上生死不知的王执事，气得浑身发抖。陆长哥，你一个凡人，竟敢废我执法堂执事！今日老夫要将你抽筋扒皮，神魂点灯！林清寒脸色苍白，元婴气的威压让他喘不过气来。我一把将他拉到身后。我的员工轮不到别人斗。我直视着李无法，推了推眼镜。李长老，好大的威风啊！你是不是忘了你还欠我钱？李无法一愣，随即大笑：一派胡言！老夫堂堂元婴长老，何时欠过你这凡人的钱？我从系统仓库里抽出一本泛黄的账册。100年前，你还是内门弟子的时候，在天道钱庄借款300灵石，购买了一本合欢宗秘录。当时约定100年后连本带利归还。现在100年已到，
按照复利计算，你总共欠我300万上品灵石。全场死寂，所有人都用不可思议的目光看着李无法。堂堂元婴长老竟然买过合欢宗秘录，这种禁书，李无法老脸涨得通红，恼羞成怒。你放屁！老夫杀了你！他祭出一尊黑色的小鼎，迎风暴涨，化作小山大小，朝着我当头砸下。元婴期的一击足以将整个杂役处夷为平地。林清寒绝望地闭上了眼睛。我站在原地动都没动，只是对着天空大喊了一声 AAA 级客户听令，拦下他，免息1年。话音刚落，青云宗深处3道恐怖绝伦的气息冲天而起，轰！一道璀璨的剑光划破长空，直接劈在了黑色小鼎上。小鼎发出一声哀鸣，被劈飞出去。接着，一个巨大的八卦阵图从天而降，将李无法死死困在其中。最后，一只枯瘦的手掌凭空出现，一巴掌将李无法拍翻在地。3个老者出现在杂役处门前，太上长老、剑锋峰主、阵法阁阁主，青云宗最顶级的3个战力，此刻全都眼冒绿光的盯着李无法。老李啊，对不住了。剑锋峰主摸了摸胡子，陆老板给的条件太诱人了，免息1年了。我那把仙剑的保养费有着落了。阵法阁阁主也搓着手，是啊，我那个护宗大阵的材料费也多亏了陆老板宽限。太上长老没说话，只是默默地加固了八卦阵图。李无法趴在地上，难以置信地看着这3个老家伙。你们竟然为了免息对同门出手！剑锋峰主冷哼一声，同门算什么？在债务面前，亲兄弟也得明算账。老李赶紧把私房钱交出来，让陆老板消消气。3个顶级大佬就像3个恶霸一样，把李无法按在地上疯狂搜刮，储物戒指、法宝、丹药，甚至连贴身的护甲都被扒了下来。陆老板，您看这些够不够？剑锋峰主捧着一堆破铜烂铁，谄媚地看着我。我扫了一眼，这些破烂最多抵10万灵石，他还欠我290万。我调出系统判定李无法恶意违约，且拒不还款。启动强制剥夺程序。叮，程序启动。李无法突然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，他体内的元婴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硬生生抽离出来，元婴在空中挣扎扭曲，最终化作一颗晶莹剔透的灵珠，落入我的手中。元婴灵珠市价300万灵石，债务结清。我把灵珠扔进仓库，李无法修为尽失，瞬间苍老了几十岁，变成了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。他瘫软在地上，双目无神。全场鸦雀无声，所有人都被这一幕深深的震撼了。一个元婴长老就这么被废。就在这时，青云宗主峰上传来一声震天动地的怒吼：谁敢在我青云宗放肆！一道长虹从主峰飞出，瞬间降临在杂役处。青云宗宗主化神期大能出关了。宗主看着满地狼藉，看着变成废人的李无法，还有那3个唯唯诺诺的顶级大佬，气得脸色铁青。陆长歌以欺人太甚！宗主怒视着我，化神期的威压如同实质般压迫过来。今日本宗主就算拼着天道反噬，也要将你挫骨扬灰。宝路派的3个大佬面面相觑，不敢说话。杀戮派的长老们则纷纷叫嚣，要将我碎尸万段。全宗大会瞬间变成了针对我的批斗会。我淡定地端起茶杯，喝了一口。想铲除我？我转头看向林清寒，清寒，准备青云宗破产重组企划书。明天我要买下整个宗门。此言一出，全场哗然。宗主怒极反笑，买下我青云宗，你一个凡人，好大的口气！我没有理会他的嘲讽，直接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份厚厚的财务报告，用力拍在桌子上。青云宗账面资金亏空8000万上品灵石，护宗大阵年维护费欠缴3年，各峰长老薪水拖欠半年，全靠我在暗中注资，你们这破壳子才能撑到现在。我推了推眼镜，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。现在我宣布停止一切资金援助。我打了个响指，啪！随着这声清脆的响指，青云宗上空那层散发着淡淡光芒的护宗大阵突然闪烁了几下，彻底熄灭。紧接着后山传来一阵阵阵耳欲聋的兽吼，失去阵法压制的灵兽开始暴动，整个青云宗瞬间陷入混乱。你做了什么？宗主脸色大变。我只是切断了资金链而已。我冷笑，顺便抛售了你们青云宗在修仙界的所有产业凭证，现在青云宗的资产已经缩水了70%。杀戮派的长老们纷纷拿出传音玉简，脸色越来越难看。我的灵矿被查封了，我的仙草园被强行拍卖了，我的身家全没了。哀嚎声此起彼伏，我靠在椅子上看着他们崩溃的样子。现在我给你们2个选择：第一，宣布青云宗破产，所有人卷铺盖走人；第二，宗主退位，把宗门抵押给我，进行破产重组。宗主气得浑身发抖，双眼通红。休想！我青云宗立派千年，岂能毁于你手？他猛地咬破舌尖，一口精血喷出一块古老的令牌上，请护宗神兽。后山深处一股恐怖至极的气息苏醒了，一头浑身燃烧着烈焰的火麒麟踏碎虚空狂奔而来，化神期巅峰的神兽每踏出一步，大地震颤。杀了他！宗主指着我疯狂咆哮，火麒麟张开血盆大口，喷出一道毁天灭地的火柱，直奔我而来。林清寒吓得闭上了眼睛，我却不慌不忙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欠条。麒麟兄，看清楚这是什么？
我把欠条举在半空，火麒麟猛地急刹车，巨大的惯性在地上犁出2道深深的沟壑。他瞪大铜铃般的眼睛，死死盯着那张欠条。你祖宗当年为了买极品化形草，拿你当抵押物，在我这儿借了5000万极品灵石，现在期限已过，你归我了。火麒麟身上的火焰瞬间熄灭，像一只做错事的小狗一样，乖乖地趴在我脚边，还用大脑袋蹭了蹭我的裤腿。宗主看到这一幕，道心彻底破碎，噗！他喷出一大口鲜血，直挺挺地倒了下去，昏迷不醒，全场死寂。我拍了拍火麒麟的脑袋，站起身。从今天起，青云宗改名为青云金融集团，所有人全员打工还债。就在我接管青云宗的第3天，外部危机爆发了。魔道血煞宗趁着青云宗内乱，10万魔修兵临城下，黑压压的魔云笼罩了整个天空，血腥味扑鼻而来。血煞宗魔尊化神期巅峰的大魔头站在魔云之上，狂妄大笑：“青云宗的废物们，今日就是你们的死期！”青云宗上下人心惶惶，我却眼睛一亮，10万魔修，这可都是海量的优质客户啊！我立刻让林清寒打开山门，大开绿灯，欢迎魔尊入局。魔尊带着几个护法，大摇大摆地走进了集团会议室。你就是那个掌控了青云宗的凡人。魔尊轻蔑地看着我，我热情地迎上去，握住他的手。魔尊大人，久仰久仰，打打杀杀多没意思，不如我们来谈笔大生意。我拿出一份精心准备的血煞宗上市融资计划书，只要你签了这份对赌协议，我保证血煞宗在3年内成为修仙界第1大宗门，不仅能吞并正道，还能垄断所有修炼资源。我用各种专业的金融词汇，什么杠杆、做空、对冲、期权，把魔尊忽悠得一愣一愣的。魔尊虽然实力强大，但哪里懂这些资本运作的套路？他听得热血沸腾。100万联军浩浩荡荡地包围了青云金融集团总部。联军盟主一位渡劫期的老怪物站在半空中，痛斥我的罪行：陆长歌，你用肮脏的手段腐蚀修仙界，弄得乌烟瘴气。今日我等替天行道，诛杀你这个毒瘤！100万联军齐声怒吼，声震九霄。青云集团内部所有员工都吓得瑟瑟发抖。林清寒脸色苍白地看着我：老板，我们怎么办？我冷笑一声，打开了系统面板，启动天道大数据征信网。叮，网络已连接，开始扫描。我拿起一个扩音法宝，声音传遍了整个战场。联军盟主天玄老祖，300年前你在万宝阁借款500万灵石，至今未还。不仅如此，你还在外面养了3个合欢宗的女修，每个月花费10万灵石。你的原配道侣知道吗？天玄老祖脸色大变，你胡说八道！我继续广播。左护法血手人屠，上个月炒灵药期货爆仓，亏损3000万灵石，现在已经被列入失信名单。右护法，我一个个爆出联军高层的财务丑闻和黑历史，整个联军阵营瞬间炸开了锅。盟主，你竟然拿宗门的钱去养女人！护法，你还欠我500灵石没还呢！内部矛盾彻底爆发，联军分崩离析，甚至开始自相残杀。我趁热打铁发布了全修仙界通缉令，悬赏联军高层人头抵债，1颗元婴期人头抵消100万灵石债务，1颗化神期人头抵消1000万。众赏之下必有勇夫，那些被债务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散修和小宗门修士彻底疯狂了。几万名红着眼睛的修士像饿狼一样扑向了联军高层，杀啊！为了免息，砍死盟主，债务清零。天玄老祖虽然是渡劫期大能，但在几万名不要命的修士围攻下，最终被活生生堆死。他临死前发出了绝望的惨叫：我不甘心啊！这场战争被称为全民讨债之战，联军全军覆没，我陆长歌成为了修仙界真正的无冕之王。修仙界的秩序被彻底改写，不再看境界高低，只看信用评级。我推出了各种新业务，飞升带、渡劫险、灵根定投，整个修仙界都在为我打工。林清寒因为业绩突出，被我提拔为集团大中华区总裁。他穿着高定套装，踩着高跟鞋，雷厉风行地处理着各项事务，再也没有了当初的冰冷和脆弱。老板，这个月的财报出来了，净利润增长了300%。林清寒把报表递给我，眼中闪烁着崇拜的光芒。我点点头，干得不错，不过内部管理也要抓紧。有些高层适应不了高强度的 KPI， 企图叛逃，必须严惩。我利用天道契约，瞬间剥夺了几个叛逃高层的修为，杀鸡儆猴。集团内部再也没有人敢有异心。就在我准备进一步扩张业务的时候，天空突然裂开了，一道刺目的金光从裂缝中倾泻而下，照亮了整个修仙界。一只巨大无比的金色手掌，带着毁灭一切的气息，从裂缝中探出，直奔我而来。下界蝼蚁，竟敢扰乱天道秩序！一个威严浩大的声音在所有人脑海中炸响。仙界终于察觉到了下界的异常，仙人下凡了。那金色巨手带来的威压，让整个修仙界的生灵都匍匐在地，瑟瑟发抖。林清寒惊恐地看着天空，老板，是仙人，真正的仙人。我扶了扶眼睛，看着那只越来越近的金色巨手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。仙人，在我眼里不过是没交过路费的偷渡客。我调出系统面板，系统检测对方身份，目标未在天道钱庄系统实名认证，判定为非法偷渡客。启动跨界资产冻结程序，
我按下确认键，嗡，一股无形的规则之力冲天而起，瞬间锁定了那只金色巨手。巨手在半空中猛地停滞，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。裂缝中传来仙人惊怒交加的声音：怎么回事？本仙的仙力为何无法运转？仙人懵了，他发现下界的法则已经彻底变了。原本的金木水火土五行法则被一种名为金融规律的诡异力量取代，没有信用评级，没有资产抵押，在这个世界寸步难行。我拿着扩音法宝对着天空喊话：上面那个偷渡客听着，你非法入境，已经违反了3界通商管理条例。现在我依法冻结你所有的仙力资产。我抛出一份长长的卷轴，卷轴迎风变大，化作一张巨大的光幕，横亘在天空中。这是仙界灵脉抵押贷款合同，签了它，拿你仙界的灵脉做抵押，交了罚款，我放你回去。否则你就永远留在这里，给我打黑工吧！仙人暴怒狂妄，区区凡人竟敢勒索本仙！他拼命挣扎，试图冲破冻结，然而在系统的绝对规则面前，一切都是徒劳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感觉到自己的仙魂开始溃散，这是天道惩罚的先兆。我签！仙人屈服了，他含着泪分出一缕神识，在合同上按下了手印。合同生效，恭喜宿主获得仙界3条极品灵脉抵押权。我满意的收起合同，解除了冻结。金色巨手狼狈地缩回了裂缝，消失不见。但我知道这只是个开始，仙界绝对不会善罢甘休。老板，仙界肯定会派大军下来的。林清寒担忧地说道。我看着天际那道尚未完全愈合的裂缝，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。仙界大军，那可是海量的优质资产啊！立刻动员全修仙界发行伐仙债券，年化收益率50%，筹集资金准备反攻仙界。我的命令一下达，整个修仙界沸腾了50%的收益率，这简直是天上掉馅饼！修士们疯狂了，纷纷拿出自己的全部身家，甚至借高利贷来购买债券，干翻仙界财务自由。为了利息，冲啊！短短3天，我就筹集到了足以买下半个仙界的恐怖资金。就在这时，10万天兵天将在几位金仙的带领下，浩浩荡荡的下凡了。金甲闪耀，战鼓震天，听大军的气势让修仙界的修士们感到了一丝恐惧。但我站在青云集团总部的楼顶，拿着大喇叭开启了我的表演。天兵天将兄弟们，你们在天庭当差，1个月拿多少仙石？是不是连买颗9转金丹都要攒几百年？我抛出了我的金融核弹，仙界通货膨胀计划。我宣布，从即日起，大量抛售仙界灵脉资产，仙石贬值100倍。你们手里的工资，现在连个烧饼都买不起了。天兵阵营中顿时出现了一阵骚动，我趁热打铁，直接开出价码。现在跳槽到我青云集团，年薪10倍，年底分红，包办道侣，还送仙区海景洞府1套。重赏之下，天庭的军心彻底乱了，10倍年薪，老子不干了！一个天将扯下身上的金甲，直接飞到了我的阵营。有了第一个，就有第二个哗变，开始了。成片的天兵倒戈，原本气势汹汹的天庭大军瞬间土崩瓦解，杀上仙界讨要工资。在倒戈天将的带领下，修仙界大军长驱直入，顺着裂缝直接打入了仙界。仙界凌霄宝殿，玉帝震怒，看着势如破竹的讨债大军拍案而起，反了，真是反了！他祭出了天庭的终极底牌封神榜，金光万丈的封神榜悬浮在半空，散发着无尽的威压。陆长歌，你真逆贼！今日本帝要将你的名字刻在封神榜上，让你永生永世为奴！玉帝拿着打神鞭指着我冷笑一声，封神榜能比我的征信黑名单好使？我调出系统，直接对准了玉帝。系统判定，天庭长期垄断3界资源，压榨底层修士，属于严重的不正当竞争，将玉帝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，冻结天庭所有资产。丁，判定生效。封神榜上的金光瞬间暗淡，仿佛变成了一张废纸，从半空中掉落下来。玉帝感觉到自己与天庭气运的联系被强行切断，修为开始疯狂跌落。我的天庭，我的气运！玉帝瘫倒在龙椅上，满脸不可置信。众仙官看到玉帝破产，哪里还敢反抗？太白金星第一个冲上来，抱着我的大腿：“陆老板，我懂管理，我能干 HR， 求您给我个机会。”托塔李天王也赶紧表态：“陆老板，我这塔可以用来当安保监控，绝对好使。”曾经高高在上的仙官们，此刻纷纷向我投诚求职。我看着瘫软在地的玉帝，挥了挥手，把他仙级剥夺了，安排去天庭南天门扫地，包吃包住，没有工资，直到还清天庭的债务为止。至此，天庭瓦解。我成立了3界联合钱庄，彻底垄断了天地人3界的经济命脉。我站在凌霄宝殿的最高处，准备敲响上市的钟声。就在这时，系统突然发出了刺耳的红色警报：警告！警告！检测到宇宙级金融巨鳄试图恶意收购本系，3界资产正在被强制剥离。我脸色一变，只见天空中出现了一只巨大无比的眼睛，冷漠地注视着我。那是超越了3界，属于宇宙维度的恐怖存在。一场无形的金融大战瞬间爆发，3界的资产数据在系统面板上剧烈波动，红色和绿色的数字疯狂跳跃，巨鳄的资金量庞大到无法想象。我的防线正在节节败退。老板，顶不住了，我们的资金链要断了。林清寒焦急地喊道。我咬紧牙关，眼中闪过一丝疯狂，动用所有底蕴，把我的寿元抵押1半进去。
我将自己一半的寿命注入系统，换取了海量的临时资金，勉强稳住了阵脚。在激烈的对抗中，我死死盯着巨鳄的资金流向。作为前华尔街顶级精算师，我对数字有着绝对的敏锐度。终于，我发现了一个致命的漏洞。他的杠杆率太高了，他在用未来的预期收益强行吞并现在的资产。我抓起通讯器，向3界所有修士和仙人下达了最后的命令：所有人集中所有力量，做空他的核心资产。3界的力量汇聚成一股洪流，精准地命中了巨鳄的软肋。轰！无形的爆炸在宇宙深处回荡，巨鳄的资金链断裂了。反向推噬！我怒吼一声，系统化作一张深渊巨口，将巨鳄的残余资产一口吞下。丁，收购成功。恭喜宿主成为宇宙第一财神，掌控万界经济命脉，一切归于平静。我坐在由星辰打造的老板椅上，长舒了一口气。林清寒递过来一份跨宇宙的财报。老板，我们赢了。我看着财报上那天文数字般的利润，微微一笑。清寒，准备一下，下一个目标平行宇宙。